我们都在慢慢地走向终点。如果你把你的人生画在一张纸上，用一个个小格子代表你的每一个星期，假设你能活到90岁，那其实只是一张并不算太大的表格。如果你现在拿出笔划掉那些你已经度过的格子，你会发现剩下的空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。我是 Nevo， 在这个频道，我不教你如何忙碌，我教你如何清醒。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工作机器，而是如何停止对自己撒谎，夺回你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。这也是我在思考财富和幸福的过程中，反复在这个喧嚣世界里验证过的真理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对你有触动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现在最想做却一直拖着没做的那件事是什么？把它写下来，这也许是你改变的第一步。今天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，甚至是过剩的时代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争夺你的注意力。硅谷最聪明的工程师们拿着几百万美元的年薪，日夜研究的唯一课题，就是如何利用你大脑中的这个原始漏洞。社交媒体的红点通知，短视频的无限下滑机制，网络游戏中精心设计的奖励系统，它们本质上都是高科技的浆果，它们能以极低的成本给你提供高强度的多巴胺刺激。当你面临选择，是去攻读那本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，还是打开手机刷10分钟短视频，理性的你，那个位于大脑前额叶皮层的现代人，知道读书能让你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财富，这是延迟满足。但你大脑深处的那个原始人，只看到了手机屏幕上闪烁的光，那个原始人会瞬间接管控制台，因为他想要多巴胺，现在就要。于是你输了，你并不是输给了懒惰，你是输给了这一场不对称的化学战争，你成为了多巴胺的奴隶。每一次拖延，本质上都是你在逃避当下的不适感，去寻求短暂的快感。我们总是对自己说，明天吧，明天我的状态会更好。先看这一集电视剧，看完我就开始工作。这是一种极其精致的谎言，你的大脑为了缓解焦虑，编造了这些借口。但事实是，明天不会更好，那个完美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。这种行为如果重复1000次，就会固化成一种生理回路。你实际上是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拖延者。要赢得这场战争，靠的不是咬紧牙关的意志力。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消耗品，你越用它，它就越弱。你需要的是认知上的觉醒和一套反人性的系统。如果想让一个胖子减肥，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他每天对着蛋糕发誓我不吃，而是直接把蛋糕扔进垃圾桶，让他根本看不见。同理，如果你想在充满诱惑的数字世界里保持专注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。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的自控力，我们以为手机放在桌边，只要反扣过来就没事了。但你的潜意识知道它在那里，你的大脑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带宽去抑制想要翻看手机的冲动。这种持续的内耗本身就是在消耗你的认知能量。所以我的建议非常直接，环境阻断。当我要进行深度思考或写作时，我会把手机扔到另一个房间，锁在抽屉里，或者直接关机。我会断开电脑的网络连接，只留下最原始的文本编辑器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只有我和我的任务。这不仅仅是减少干扰，这是一种多巴胺断食。在硅谷，这已经成为一种精英阶层的修行。试着在某一个下午或者某一个周末切断所有高强度的感官刺激，不看手机，不听音乐，不看电影，甚至不读书。如果你觉得无聊，那就对了。无聊是现代人最稀缺的奢侈品。在高度刺激的环境下，你的多巴胺阈值被拉得极高。普通的任务，比如写报告、背单词、做家务，对你来说简直味同嚼蜡，痛苦不堪。但是，当你通过断食降低了阈值，让大脑冷静下来，你会发现，原本枯燥的工作开始变得可以忍受，甚至变得有趣，因为那是你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你必须学会区分信号和噪音。手机里的八卦、新闻、娱乐是噪音，它们消耗你，却不给你任何回报。而你手头的工作、你的思考、你的创造，那是信号。环境阻断，就是手动调低世界的音量，让你能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此外，你可以利用空间的心理暗示，如果你在床上玩游戏，也在床上工作，你的大脑就会混淆，它不知道躺下是为了休息还是为了战斗。你需要建立清晰的边界，书桌就是用来工作的，只要坐在这个椅子上，就禁止做任何与娱乐有关的事，哪怕你发呆，也不能玩手机。久而久之，这个特定的空间就会变成一个触发器。当你走进这个区域，你的身体会自动进入战斗状态。这就是利用环境来为意志力托管。为什么开始做一件事这么难？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静摩擦力，推动一个静止的物体，比推动一个正在运动的物体需要更大的力气。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说，最痛苦的永远是开始的那5分钟。当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目标时，比如写完年度总结报告，或跑完马拉松，这个目标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心头，你的大脑会本能地感到恐惧，它会评估这项任务的难度和痛苦程度，然后得出结论：这太难了，我不行，还是先躲一会儿吧。这就像是你站在冷水池边，迟迟不敢跳下去。你在岸边站得越久，恐惧就越深。破解这个死局的秘诀，在于极度降低启动门槛。如果你想跑步，不要把目标定为跑5公里，那个目标太远了，你的大脑会抗拒。把目标定为穿上跑鞋，系好鞋带，走出家门，就这一个动作。如果你想写文章，不要想这几千字的结构，把目标定为打开文档，写下标题和第一句话。一旦你迈出了这微小的一步，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当你穿上鞋站在楼下，你大概率不会立刻脱鞋回家，你会顺势跑起来。当你写完了第一句话，第二句话往往会自然流淌出来，这就是行动惯性。你必须欺骗你的大脑，告诉他，我们只做一点点，真的只做一点点。把那个巨大的、可怕的任务切碎成一个个毫无威胁的原子级动作。我在面对复杂投资决策或深度阅读时，也常使用这个策略。我会告诉自己，就看一页，往往一旦开始，我就停不下来。记住，前进的秘诀在于开始，而开始的秘诀在于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细小到可笑的程度。不要关注终点，关注脚下的第一级台阶。很多人的工作方式像牛，他们整天都在吃草，看似在工作，实则在慢吞吞地磨洋工，一会儿回个邮件，一会儿喝口水，一会儿和同事闲聊。一天过去了，感觉很累，但回顾起来，产出寥寥无几。高效的人应该像狮子，狮子大部分时间在休息、观察、积蓄能量。一旦锁定猎物，他们会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和力量，进行短时间的极度冲刺，直到捕获猎物，然后他们会再次休息，享受战利品。这就是深度工作的精髓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虽然被说烂了，但依然有效。番茄钟或者任何形式的倒计时冲刺，设定一个25分钟或45分钟的倒计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对自己签下一个生死契约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除了房子着火，我都只专注于眼前这一件事。即使这项任务让你感到恶心，你也只需要告诉自己，我只需要忍受25分钟。这种心理暗示给任务设定了一个清晰的、可预见的终点，极大地降低了心理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高强度的单点突破能让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。心流是人类精神体验的巅峰。在心流中，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，忘记自我的存在，完全与任务融为一体。这不仅是效率最高的时刻，也是幸福感最强的时刻。但在现代职场中，有一个巨大的谎言叫做多任务处理。
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一边写代码，一边听会议，一边回消息，这简直是妄想。你的大脑在生理上无法同时处理2个认知任务。你所谓的多任务，其实是在不同任务之间快速切换，每一次切换都会产生认知残留。你的注意力碎片会留在上一个任务里，导致你在下一个任务中智商下降。长期这样，你的大脑会变得像浆糊一样，无法进行任何深入的思考。所以，像狮子一样工作，全神贯注地冲刺，然后彻底的休息。当倒计时结束，哪怕你正文思泉涌，也要学会暂停，站起来走动一下，喝杯水。这5到10分钟的间隙是给大脑散热的时间。这种节奏感能让你在一天结束时依然保持精力充沛，而不是精疲力竭。记录你的番茄钟数量，就像收集勋章一样。当你看到一天下来累积了10个专注的时段，那种成就感是任何游戏都无法比拟的。我以前是个极度崇尚自由的人，我讨厌计划，讨厌日程表，觉得那会把人变成机器。但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悖论，真正的自由源于自律。如果你不主动规划你的时间，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被别人的需求、琐事和随机的混乱填满。你以为的随性，其实是随波逐流。如果没有日程表，你的一天就是在一连串的应该做和想做之间犹豫不决。这种决策疲劳会消耗你大量的精力，把你要做的事情像安排一次重要的商务会议一样写进你的日历里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备忘录，这是一份你与自己签订的合同。想一想，如果你约了某个大人物吃饭，你会迟到吗？你会放鸽子吗？大概率不会，因为你尊重他，你重视这个承诺。但是当你约了自己晚上7点读书，或者早上6点健身，你为什么总是爽约呢？难道你自己不重要吗？难道你对自己的承诺就一文不值吗？有一位非常成功的喜剧创作者曾分享过他的秘诀。他在创作剧本时总是拖延，但他发现自己极其守时。于是他给自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床头，上面写着：别忘了，今晚7点你和自己有个约会。这听起来很荒谬，甚至有点像精神分裂，但它管用，把时间框死。在那个时间段里，你必须坐在书桌前，你可以不写字，可以发呆，但不允许做任何其他事情。不能看书，不能玩手机，不能打扫卫生。当什么都不做成为唯一的替代选项时，你的大脑会觉得那还是写点东西比较有趣。如果你不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，别人就会替你安排。你要建立自己的系统，在这个系统里，该工作的时候雷打不动，该玩乐的时候尽情放纵。这种清晰的界限会消除你潜意识里的焦虑，你不再担心我是不是该去工作了，因为日历会告诉你现在该做什么。在对抗拖延症的过程中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情绪管理。很多人在拖延了一整天后，会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。你看着浪费掉的时间，心中充满了愧疚。你对自己说：我怎么这么废？我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者。这时候，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发生了，心理学家称之为破罐子破摔效应。既然我已经毁了这一天，既然我已经吃了那块不该吃的蛋糕，那不如彻底放纵吧。反正计划已经失败了，不如把剩下的1桶冰淇淋也吃完，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打游戏。这种自责不仅没有帮助，反而是最强的毒药。羞耻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，而为了缓解这种压力，你的大脑会本能地去寻找最熟悉的安慰剂。更多的拖延和放纵，这是一个死循环。所以，听好了，原谅自己，一定要原谅那个犯错的自己。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，甚至连最精密的服务器都会宕机，何况是你这团血肉之躯。当你发现自己又刷了2个小时手机，不要评判，不要辱骂自己，深呼吸，承认这一事实。好吧，我刚刚失控了，但这已经是沉没成本了。重要的是切断那个破罐子破摔的链条，告诉自己，
那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但现在的这1分钟是新的。为了帮助你建立长期的习惯，我还要给你一个安全网。2天法则，无论你想养成什么习惯，健身、写作、阅读，你必须允许自己有中断的时候。你可能会生病，可能会去旅游，可能会遇到糟糕的心情。规则只有1条，你可以停下来休息1天，但绝对不能连续停2天。休息1天，那是调整，是缓冲。但如果连续2天都不做，那就不是休息了，那是新习惯的开始，懒惰的习惯。这个法则给了你人性的弹性，让你不至于绷得太紧而断裂，同时又守住了底线，让你始终在轨道上运行。最后，我想带你们回到开头那个关于格子的话题。在这个世界上有2种拖延，第一种是有截止日期的拖延。你要准备期末考试，你要在周5前交出项目报告，你要在月底前付清账单。这些事情虽然你会拖，虽然你会痛苦，但在恐慌怪兽的追赶下，你最终会硬着头皮完成。社会结构会逼迫你去做这些事。这种拖延虽然让人焦虑，但它通常不会毁了你的一生。真正可怕的是第2种拖延，那些没有截止日期的事情。你想去创业，你想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你想和那个疏远的朋友和解，你想带父母去旅行，你想写一本书，你想把身体练好。这些事情没有人给你发通知书，没有人给你打分，没有老板会因为你没做而开除你。因为没有截止日期，这种拖延可以无限期地延伸下去。你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你告诉自己，等我不忙了，等我有钱了，等下个月，等明年。但是那个明天永远不会来。这种拖延是无声的杀手，它在不知不觉中吞噬了你的生命。当你老了，躺在摇椅上回顾一生时，让你感到最痛苦、最悔恨的，绝对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那些你根本没有去做的事情，是你从未开始的梦想，是你从未表达的爱意，是你从未踏上的旅程。那位曾在演讲中展示生命日历的演讲者 Tim Urban 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对于很多事情来说，我们剩下的机会并不多了。如果你父母现在60岁，你每年春节回家1次，假设他们能活到90岁，你以为你还有30年？不，你只剩下30次见面的机会。如果你把这30次量化出来，可能只够填满一个小小的表格。这就是向死而生的智慧。看着那些被划掉的格子，你会意识到，生命不是一场彩排，你没有第2次机会，我们只有今天。此时此刻就是你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刻。如果你真的想做那件事儿，不要等心情好，不要等准备好，不要等风来，把它写进你的日历，哪怕只是每天15分钟。不要让别人或者是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填充了你生命的格子。你要主动去掌控它。